比特币即将产生暴跌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周线来看呢，我们可以打开 RSI 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啊，如果我们根据背离，并不是根据超买，我们可以牢牢的抓住我们这轮牛熊，基本上几次很大的顶部、底部都可以牢牢的抓住了。像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在519之前所形成的弧形的顶部呢，它就连续产生了多次的背离，而且它并不是在上涨初期就产生的，它是我认为非常完美的，它是在我们真正上涨后期的时候、末尾的时候、要跌的时候呢，它才产生了顶部的背离。然后包括我们之后呢，又产生了一个顶部，它也有很明确的放出了背离的信号。那其实顶背离呢，就可以表示啊，我们后续上涨的强度呢，并没有像之前这么强啊。那当然 ，RSI 它衡量的呢是所有的波动幅度里面，它上涨的幅度所占的比例。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个地方呢，在基本上很底部的位置，如果我们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如果说抄底在15000或甚至是19000、18000的这个位置呢，也算是非常非常好的现货入场价位了。你可以发现，当时呢，我们又出现底部的信号，它产生了底部的背离。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它又产生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其实周线呢，它真的是很大级别的。而且周线呢，通常它产生的效果呢，都可以持续很久。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所产生的背离呢，它就可以迎来这么一大波的下跌幅度，然后我们所产生的底背离啊，它就迎来一波很大级别的上涨。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又走出了一个顶背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我们当前就指标来看呢，我们上涨的强度呢，也绝对有在衰弱。你可以发现，我们后续啊，在这个位置，基本上也是非常顶部的地方呢，它也出现了顶部背离的信号。那如果说你要这个指标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加入我的 Discord 社群，跟小助理免费索取，这个是完全免费的指标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从周线上呢，我们有一条啊，在过去都没有被跌破的线，我们从之前上一轮熊市的最底部呢画起，然后一直画到我们这轮熊市呢它可能的底部。你可以发现，我们过去啊这几个接触点，包括这个位置。那312当时产生的下跌呢，它并没有把实体收在这个趋势线下面啊，而是如果我们取实体部分的话，它是可以连接的，它往下插穿的部分呢，就只有针尖而已。然后我们后续呢，在这个位置呢，它又产生了接触。那我认为这条线呢，它是有效的，至少我们从周线上来看，这条线我认为它可以作为参考。那如果我们又回落到趋势线附近的话呢，那大约就是20000到22000左右的距离。其实我也认为，我们这次的下跌呢，大概就是我认为最低就是19000多，很接近2万的地方啊。那如果往上一点的话，可能到22000左右这个位置，也就是下跌到我们前一个震荡的区间之内嘛。我认为这个就已经是极限了，因为如果说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呢，我们就会来到我们这轮熊市的底部，大概在15000到16000之间。那这就很不合理啊！如果说我们的价格呢能再次回到我们下方15000到16000的区间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前面啊涨的这波上涨呢，它完全是假的动作，不然庄家它是不可能让价格呢再次回到这个区间内的。而且我认为，如果价格呢再次回到15000一直到18000左右的这个位置呢，那我们非常非常有可能就会来创出一个新低点。那如果说以当前的时间周期来看啊，如果我们还能创出一个新低点的话，那我们下轮牛市，也就是2024的减半期，多头行情还会不会来？这个就很不好说了。那这个是怎么判断的呢？其实你可以看啊，我们基本上我们这波上涨呢，它比较顺畅的就是3段。第一段呢在前面这个地方，这里是第2段，那后面这里呢它走的是第3段。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第一段的下跌呢，它基本上呢，也就是在相应的价格范围之内呢，它就产生了这种很快速的移动。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下破25000的话呢，如果我们对应到前面啊，我相信它也会来一波很快速的下跌，因为我们中间呢是没有任何筹码堆积的。那如果我们来到了20000到22000左右的话，其实我认为就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我们再往下探的话，你可以看我们前面它又没有量能堆积的，那我们在下跌的时候呢，哇，它又会跌得非常非常快速了，就跟前面一样，而且一下就打出了很深远的距离。那如果以这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哇，我们就会回到这个底部，那我们就难保我们前面所创出来的这个低点啊，也就是大概在$15500左右，它是不是真正这轮熊市的最低点啊？所以我会认为我们这波下跌呢，基本上
就是在2万到2万2左右呢，就已经很极限了。如果说再往下探的话呢，那我认为是会打乱我们接下来的牛市的周期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再切小一些，我们切到日线。其实我们从日线上看呢，行情也走得很不妙。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说啊，会不会我们行情啊，在碰到2万5之后，它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弹，或者说又出现了这种连续的需求，然后快速的拉升？当然呢，不可否认，当时确实是有消息面的影响。不过我们从技术面呢，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就是你可以看2万5，它很明确嘛，它就是一个互换。如果我们拉到前面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线呢再往前再拉一点，你就可以发现，这条线呢它一直都扮演着互换的角色，包括这个地方，然后后面这里。那当然，我们第一次踩的时候呢，踩成了支撑，这没问题的。不过支撑的效力啊，是会随着我们接触的次数呢而有所变化，会逐渐变弱，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呢2万5，它是很强劲的阻力，那为什么最后还是破了呢？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连续测试了多次了，尤其是你可以看我们在这个位置，在短时间内呢连续的测试，就可以表示此处的供应呢已经被消耗殆尽了。那我们现在的盘面呢，又来接触到$25,000左右了，跟前面能不能类比呢？我认为啊，2万5左右的支撑呢，它还是有的，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上面撑这么久。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呢，基本上已经很贴近了。但是我们这2次啊，它回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比较一下，当时这个位置它回落的情况，跟我们现在呢，从新高点啊到当前的 K 线它所走的阶段啊，其实我们当时在前面这个框框呢，第一次来试探2万5的时候啊，我们当时的行情呢，它是比较强势的。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我们这波下跌啊，它并不是直接就下来了，并没有。我们中间是经历过了非常多次很深度的反弹。你可以看到下跌之后深度反弹，下跌之后又深度反弹，然后我们才下跌。那其实以第一次触碰到2万5的这种下跌的状况来说呢，其实它还是有很多需求的，或者说还是有人在买入的，还是有人想买入的，还是有人想做多的。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盘面呢，你可以发现价格它回落的时候呢，它是渐渐的创出更低的低点，更低的高点，然后呢爆破了。爆破之后，确实在这个位置它有个消息面的利多，直接爆拉。爆拉过后呢，也没有维持太久我们随后的2天就直接把前面消息面的涨幅呢，直接给吞了回来。这个是很看空的表现了。哪怕我们只要有一点需求，或者说市场上还有一点需求，我们都应该在比较高的位置，比如说2万8左右呢，支撑久一点的，在这个位置停留久一点。但我们是被立刻的击穿，立刻的回来，那就表示我们在此处呢，其实需求真的是已经被耗尽了。要不是因为消息面我相信这个拉盘它也是反弹呢，也不可能拉得这么高。所以你可以看我们后面再次测试2万5的行情呢，它走的是比前面要弱势很多很多的。无论我们从反弹的高度，还有下跌的速度，下跌所放出来的量能，还有反弹它随后立刻又被压回去的这种时间的缩短的程度我们都可以认为，其实在后面呢，我们走的绝对要比我们第一次接触2万5的时候更弱势。这个是我们从盘面上呢可以读到的。那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再切小一点点，我们切到4小时。其实4小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4小时的话，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几根 K 线。虽然说呢，我们这几天把它归类在震荡，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走的震荡呢，它是走震荡下跌。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倒还好，但我们在后面这个位置呢，你可以发现它其实它的实体部分它不断的再把区间呢往更低的地方做移动，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就是我们这几根4小时 K 线的收盘呢，或者说 K 线的实体部分它不断的在创造出新低点，这对多头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下方这个位置大概就在前低点吧，就是我们下跌之后呢，插针所创出来的低点现货合约是更深你可以发现我们这里测试第一次，测试第2次反弹没问题，测试第3次反弹没问题，测试第4次收了长长的针之后呢，基本上回到原位嘛。所以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反弹的强度呢有越来越弱，而且我们已经测试这个位置前低点针尖的前低点呢已经4次了。如果我们接下来
还是保持得很弱势，又来测试25000的话呢，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就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有可能下破，甚至如果我们再隔个几天下破呢，我也不意外，甚至现在就下破我都不意外。好，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当前呢这个位置，它所走出来的形态它就是一个下降三角嘛。那我们可以读出的讯息是，我们碰到支撑之后呢，反弹的高度已经降低了，而且这种三角它通常都是 continuation pattern， 也就是中继形态。我们前面怎么进来的，它通常就怎么出去。所以你可以看，我们前面这样进来，形态中继形态过后呢，通常我们就是怎么出去的。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而且当时呢，我们也正在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支撑上面当然，这个例子它是日线级别的，我个人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切换到比较小级别，在4小时级别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它也产生了一个非常跟我们现在雷同的下降三角。那随后呢，随着我们反弹的高度降低我们就直接下坡了。我认为我们现在也很有可能走出这种行情的。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你现在只要点击下方链接，新用户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25的现金。当然了，我们会到月底，那这些现金呢，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人的，你完全不用做任何的交易，你只要放$100进来，你有 KYC 放满，到9月底的时候呢，就会送$25的现金到你的账户里，那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是白嫖了这些现金也不用做交易，完全没关系。那非常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分享。加密货币行情具时效性，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请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加入 YouTube 最赚钱的比特币中文频道。